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6月9日，美國內戰喎，呢個 Captain American 電影裏邊嘅一集嚟啊。咁啊，現實生活咧，美國咧未試過咁撕裂嘅。自從1965年咧反越戰運動同埋呢個黑人民權運動之後咧，美國係未試過如此撕裂。咁啊，如此撕裂嘅程度係點樣咧？喺街頭啦，加州有一個記者係澳洲嘅記者 Nine News， 竟然咧係做緊直播嘅時候咧係俾軍警咧開槍射擊喎。咁好彩佢用係橡膠子彈，個軍警係故意射擊佢嘅，好明顯係睇到直播嘅時候。咁啊嗱，呢個美國咧經常都會發生嘅，其實唔好以為美國係民主法治國家冇發生。喺 Black Lives Matter 嘅時候咧，有數十單咧係射擊記者嘅，包括用催淚彈，包括用橡膠子彈。咁啊最後咧大部分都獲得賠償嘅，啲記者就獲得10萬美元至到數百萬美元不等。即係美國一般都會用咁嘅情況，因為咧嗰個警署啊或者嗰個市啊個州咧，如果打上官司咧，輸嘅機會率好高。咁所以咧嗰啲警署咧多數都係會賠錢了事嘅，最後就納稅人埋單因為被記者告咧，你上法庭你輸嘅喎，其實你唔可以無故阻攔記者採訪嘅，呢個有法律保障噶嘛。咁但係咧啲記者咧又成日俾警察打喎，呢個係事實嚟嘅。呢個就係我解釋過嘅史丹福實驗啦。史丹福實驗咧就係任何人有權力，你俾啲權力嗰啲囚犯啊扮獄警，佢扮嘅啫，扮下佢咧都係搏佢平時嗰啲倉友嘅。個原因係咩啊？你有權力你就會濫用嘅，冇人有權力唔濫用嘅，幾乎係。呢個係人性嚟嘅，有權力嘅人就會想辦法濫用下啦。有特權嘅人，你要透過道德約制係好難噶嘛。所以咧有權力嘅人咧，佢無論如何都會想辦法去尋租。咁嗱，當然啦，美國咁樣唔理想啦，因為最後賠錢。但係咧，美國政府又好少開除呢啲警察噶。即係如果有嚴重罪行嘅，真係開除啦。打記者嗰啲咧，往往咧就唔會開除嘅，因為你開除佢咧，你會影響到好多人嘅士氣，因為所有人有權力都會濫權噶啦。如果因為濫權而開除佢咧，有個別人就得啦。如果好多警察一齊濫權咧，咁你維持唔到個警隊運作嘅。咁所以佢選擇賠錢。嗱，賠錢當然唔理想啦，但係比起一啲國家直頭唔賠錢不特止，仲會同個警察軍人講：你哋犯法，但係冇問題，你哋冇做錯。因為維持社會穩定係最大嘅目的。嗱，呢個我要問大家個問題啦。維持社會穩定係結果，到底結果重要定手段重要？而家好多人咧就認為咧結果重要，手段唔重要。其實咪同嗰啲警察首長就係同啲警察講：你哋冇做錯，個邏輯係一致，就係結果重要，手段唔重要。即係鎮壓示威重要，反非法移民重要，而中間個法律程序係唔重要。其實個 logic 係一樣嘅。嗱，咁坦白講咧，你問我嘅立場咧，我同好多即係理論上今次2024投票支持特朗普嘅人咧，好多人咧個立場應該都一致嘅，就係反對非法移民。非法移民成為歐美咧一個好嚴重嘅社會議題，喺英國都係造成一個治安嘅問題社會福利激增政府開支市容教育各方面嘅問題啦。咁打擊非法移民係理所當然嘅，理論上係咁呢個係利益嘅問題嚟嘅。因為人係當然為利益啦，呢個利益咧最複雜嘅嘢咧就係喺美國一啲嘅州份，譬如話邊境州份講緊德州講呢個嘅新墨西哥州加州佢哋咧經常會受到非法移民嘅困擾。咁北部嘅州份咧較少一啲啦，理論上係。咁佢哋會造成利益嘅分別。南部一啲譬如話德州咧嗰啲咧就對非法移民咧就好反感喎。咁但係北部咧，譬如話華盛頓州或者紐約州佢哋咧就對非法移民較寬容嘅。咁因為大家面對住嘅問題唔一樣嘛。如果將加州所有嘅非法移民咧移送過去華盛頓州咧，可能佢哋嘅諗法又唔一樣噶咯。咁第三個問題就係咧，呢個係邊界嘅問題啦。因為咧美國係冇邊界，美國嘅州份咧係憲法寫明係唔可以有邊界啦，唔可以各自嘅州份咧係有自己嘅貨幣唔得噶嘛。因為呢個憲法定明啊嘛。咁所以咧，去到非法移民去到嗰啲州份，佢哋會自由活動喎。所以加州咧，佢需要非法移民啦，因為加州係最繁榮嘅地方，係世界第4經濟體、第5經濟體嚟。如果加州併入墨西哥咧，或者併入去呢個嘅加拿大咧，墨西哥或者加拿大馬上成為世界富強國家嚟噶啦。關鍵就係加州係需要非法移民，因為好多工種冇人做，譬如話洗衣場冇人做呢個嘅洗車場冇人做好多餐廳侍應都係請啲墨西哥裔拉美裔嗰啲非法移民。咁咧，但係嗰啲非法移民咧，有啲就會北上嘅，去埋加拿大做世界嘅。咁所以咧，
呢個問題唔係淨係涉及加州嘅利益問題，係整個北美嘅人嘅共同利益嘅問題。咁所以好多喺2024投特朗普嘅就係希望嚴厲對待非法移民。咁呢個我諗同意嘅，好似英國咁，我都係支持佢嚴厲對待非法移民。咁但係問題個手段係咪唔重要呢？法律程序係咪唔重要呢？邊個重要啲呢？即係利益係會經常轉變嘅。譬如話我哋香港人7-8成以上嘅香港人咧都係非法移民後代，因為喺南京條約之後至到1951年，香港咧就冇非法移民概念嘅，因為自由流動嘅。但係1951年之後咧，香港就有非法移民概念喎，要攞呢個嘅申請禁區紙先可以嚟嘅。但係咧當時係大逃港年代啊嘛，大逃港年代咧，即係我哋嘅父祖輩咧都係非法移民啦，爬牆啊、游水啊、偷渡嚟香港嘅。當時咧喺1980年以前啊，就有抵壘政策，就只要你非法偷渡入嚟香港，然後咧去到呢個嘅人民入境事務處攞咗行街紙，你就可以咧合法地居留啦。呢個就係抵壘政策啊嘛。咁啊美國又係，美國嘅非法移民好複雜噶，有一啲咧真係黑幫嘅，即係爬鐵絲網嘅，轉個窿就過嚟嘅墨西哥邊境。咁佢哋咧就係過嚟做世界嘅。但係有一啲咧係申請庇護嘅，相當比例啊。譬如話喺中國走線過去嗰啲係申請庇護嘅，或者咧申請暫緩遣返嘅。咁咧申請咗庇護同申請咗暫緩遣返嗰啲人咧，就有暫時居留喺美國嘅權利同埋工作嘅權利。咁呢個係佢哋合法嘅權利嚟嘅，合法嘅權益嚟嘅。咁而家特朗普咧就唔係啦，佢就係咧利用一個好多年前幾百年前嘅法例，就幾百年前嘅法例咧就未經審訊啦，利用呢個嘅叫做對外敵人法就係幾百年前咧，就係未經審訊啦，未經法庭審訊就拉咗嗰啲人，然後就驅逐咗出去。結果咧就俾聯邦法院首席法官就裁定係違憲。點解啊？因為咧嗰啲非法入境者咧係可以申請庇護，而申請庇護咧美國嘅法例咧係寫明佢哋係不得遣返嘅，而美國嘅憲法係保障所有人 any people 係可以咧係受到法律嘅保障嘅。咁咧你唔可以喺人哋申請緊庇護嘅時候就利用呢個空檔啦去遣返佢翻去，就等於當年抵壘政策。抵壘政策咧攞咗行街紙，理論上就可以行街噶咯。但係咧唔係嘅，如果突然間有一任港督上台就唔得，唔可以行街嘅，就一定驅逐佢去。呢個係違反法治嘅原則嚟嘅。咁咧而特朗普援引嘅就係呢個嘅外部敵人法啦，就係喺講呢個叛亂時期啊、戰爭時期啊先可以用嘅。而家美國係咪去到叛亂時期同戰爭時期呢？咁所以呢，法官呢就話呢，佢對付拉美嘅移民呢係裁定係違憲嘅。但係結果呢，特朗普唔理，特朗普呢繼續係動用呢個嘅聯邦政府，利用呢正規軍同埋呢個加州嘅警衛軍，未經加州州長嘅批准，就係動用佢哋去驅逐啲非法移民，同埋即係鎮壓啲支持非法移民嘅示威。咁呢個亦都係好明顯啦，係違反咗法治原則嘅。你可以調查非法移民，去查佢哋嘅證，睇下佢哋有冇行街紙。如果冇，咁你又可以遣返佢啦。但係如果有嘅，你應該要遵守法例，遵守法律，遵守憲法嘅原則，俾佢合法地居留，合法地暫緩遣返啦，起碼係。咁但係唔係噶，特朗普唔理嘅，一律過咧就遣返佢。法官係裁定咗咁樣噶啦。咁而家特朗普係威脅，因為加州咧又 DEI 啊，又左膠啊，又咩變性啊，又呢個多元性別，又容許啲變性人參加呢個嘅運動會咁所以咧就威脅佢咧唔俾聯邦撥款佢，要逼佢咧接受。咁所以今次其實就係特朗普係向整個左派陣營嘅宣戰，意圖係完全剷除呢個即係左派陣營啊嘛。但係美國係未試過1965年又未試過咁撕裂，係完全徹底要消滅對方。你睇唔順眼對方係好正常嘅，即係大家左同右係南轅北轍嘅。有啲人支持變性人參加運動會，有啲人唔支持。咁呢個呢係南轅北轍嘅，呢個係分庭抗禮嘅。但係咧，你未去到完全要消滅晒對方嘅，咁即係等於如果下一次民主黨上台嘅話，佢又消滅晒咧而家共和黨啲人主張嗰啲人，即係譬如話消滅晒一啲反對墮胎嘅州份，可唔可以咁樣呢？即係要停止聯邦撥款俾啲反對墮胎嘅州份，
反對同性戀合法化嘅州份，停止聯邦撥款俾佢，咁得唔得呢？咁係一個咧徹底違反民主原則，就係互相辯論、互相包容，唔去消滅對方嘅基本原則。咁回復翻啦，我就即係講到啦，右派咧嘅定義近呢200年嚟咧，都係以幾個人物為核心啦。第一個就係海耶克，海耶克咧就係喺芝加哥大學嘅教授嚟嘅，係奧地利人啊，流亡到去倫敦，再喺倫敦咧政治經濟學院去咗美國。咁佢咧有一本著名嘅作品叫《通往奴役之路》啊嘛。佢就通往奴役之路咧，佢就話啦，如果國家一旦咧係以集體目標實行管制同埋控制自由嘅社會咧係將會滑入去極權，係會瓦解嘅。咁而家特朗普做緊嘅嘢就係咁啦，以集體目標反移民啦，反呢個嘅非法移民啦，反呢個嘅治安惡化嘅問題。呢個係一個美好嘅遠景嚟嘅，係合理嘅，我都係支持嘅。但係咧，中間咧就繞過法庭，中間就繞過合法嘅程序，然後就去鎮壓。咁呢個咪就係海耶克所講咯，用集體目標嘅名義實行管制同控制之實。朗奴列根總統咧係另外一個咧美國被視為右派嘅象徵啦。喺1986年佢簽署咗移民改革與控制法，俾300萬嘅非法移民獲得合法嘅身份，因為美國社會係需要佢哋啊嘛，係需要呢啲勞動力啊嘛。咁列根總統咧唔係左派，唔係因為大愛包容因為社會係需要呢啲人。如果冇咗呢啲人咧幫美國人做嘢咧，咁美國嘅經濟又會崩潰。可能佢都會包裝為係一個有愛有包容佢事實上喺嗰個離職演講裏邊都有講嘅咁但係關鍵就係左派同右派咧個分別就係左派好中意用口號式啦，譬如話對於烏克蘭戰爭咁嘅，烏克蘭咧戰爭支持烏克蘭嘅左派咧就會話喂愛呢個嘅正義公義右派咧會利益最大化，我都支持呢個嘅烏克蘭嘅，就係因為如果今日唔支持烏克蘭咧，喂第二日咧佢打芬蘭嘅咯，第二日佢打瑞典嘅。第二日咧佢會打英國嘅，第二日咧佢會打意大利嘅咯。呢個就係2次世界大戰咧丘吉爾所講嘅嘢嚟噶嘛，係咪啊？你唔去支持佢今日打波蘭，聽日就打你英國本土噶啦。咁所以咧你支持波蘭咧就等於支持自己。右派咧係講利益最大化。咁所以咧我哋都認為反非法移民咧係合理即使右派都會認為反非法移民合理，但係你中間個手段你唔可以繞過法治程序。你可以去查證，冇證嘅你可以驅逐佢，但係有證嘅，即係佢係暫緩遣返嘅，或者申請庇護期間嘅，你都夾硬遣返佢咧，法庭就會裁判佢啦。咁當然啦，而家聯邦政府係法庭裁判佢嘅，咁但係特朗普可以運用法律嘅漏洞啊嘛，就可以再上訴，然後不斷上訴，上訴到可能最後佢已經4年任期屆滿啦，上訴期間一般就維持現狀。咁呢個就係特朗普嘅手段啦。佢對住哈佛大學可以係咁樣嘅，都係對住呢個關稅，佢亦都係咁樣嘅。咁加州可唔可以抵制佢咧？加州係可以抵制佢，即係而家特朗普咧就話威脅咧係會停止聯邦撥款啊嘛。咁加州州長就話：喂，我哋係佔咗美國聯邦政府最大嘅稅收來源啊，佔咗12%，以一個州之力咧係佔咗美國聯邦政府12%嘅稅收。咁所以加州州長Gavin Newsom 咁佢就即係放聲氣，係咪會喺呢個嘅稅收上面咧係喐動咧？咁當然啦，財長咧佢即刻話：喂，你試下唔交稅啊！你唔交稅就拉你就話你係逃稅避稅就拉你。咁唔係唔得嘅，其實係得嘅，可以用不合作運動，甘地所講嘅不合作運動，即係咧你係要交稅俾聯邦政府啊。咁但係即係你可以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噶嘛，譬如話你唱硬幣。唱1美仙、25美仙，你將嗰4億嘅稅唱晒25美仙去交，咁呢個咪係不合作運動咯。咁當然啦，稅局就話可以拒收嘅，我唔收呢個美仙，但係美仙係 legal tender 嚟嘅。咧稅局就話我而家只收呢個嘅匯票同埋電子貨幣，可以咁嘅，稅局有咁嘅權力嘅。咁你又可以將4億美元稅收就分成40萬次交易，癱瘓佢系統，理論上係得噶嘛？呢個咪就係不合作運動啦，呢個就係用合法嘅方法製造一個不合作運動。咁當然啦，而家呢個嘅加州咧，佢哋都可以宣布有獨立公投嘅。咁但係美國嘅憲法就唔容許啦，佢真正獨立。你獨立公投最多係醞釀民意嘅啫。
要真正獨立咧，喺美國咧，喺南北戰爭以後咧，真係好困難。南北戰爭要戰爭先能夠解決嚇，但係事實上就係美國對於呢個嘅獨立咧，係比其他國家咧係更加嚴厲嚇。譬如話英國都可以有蘇格蘭公投啊，嚇呢個加拿大都有魁北克公投啊。美國咧，因為南北戰爭以後咧，即係都係成王敗寇啊，所以要獨立咧，喺憲法上咧就困難嘅嚇。咁啊，除非聯邦政府容許佢獨立啦，咁但係呢樣嘢喺目前似乎係唔存在啊嘛。咁但係 anyway 咧，翻返核心問題，一開始講手段重要啊，還是係結果重要？而家有好多支持特朗普嘅人就覺得，要達到目的有不擇手段噶啦，係咪啊？即係人哋係用奸招，唔通你又守規矩咩？你守規矩咪俾人打敗咯？所以而家用啲奸招，呢個呢叫做便宜行事，你係咪可以接受呢？呢個就係問下大家啦，呢個問題好嘛 ？Anyway， 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咁希望大家喜歡啦 ，like、subscribe、share。收費平台 Patreon 咧就有文字版，有獨家嘅資料。而家咧 YouTube 會員同埋 Patreon 咧，我上載咗大量嘅獨家內容啊，包括咗呢個嘅中西大不同嘅文化導論啊嘅新嘅課程，以及咧我做咗一啲同 AI 對話嘅 short 嘅影片，都會喺會員裏邊咧有優先睇啦，同埋有獨家內容嘅。多謝大家支持，希望大家可以踴躍 join 我嘅 YouTube 會員同埋 Patreon 啦。多謝大家，拜拜。